穿越古代，浪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从人贩子手里买几个小姑娘回家，越年轻的越好，最好是懵懂无知的。所有人都在暗地里骂浪天是猥琐良商，专门霍霍小姑娘。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浪天这么做只是为了骗补贴，只因浪天获得了一个补贴系统，每天补贴10元钱，向系统购买大米2元钱1斤，1天的补贴就能兑换5斤大米。浪天靠着卖大米赚的钱租下了一个300多平米的房子，还买了3个豆芽菜一样的小丫头，目的就是为了骗取未来的补助。因为目前团队只有浪天一个人，而系统是根据每天每个人补贴10元钱买来的3个丫头还在考核中。浪锦绣和浪锦文正在往桌子上端饭，饭是浪锦衣做的。这3个丫头都是浪天前几天从镇上牙人手里买来的，觉得他们以前的名字不好听，便干脆给他们取了新名字，浪锦衣、浪锦绣、浪锦文，都跟着浪天姓。此时桌上放着4个碗，一个大碗里面的粥很稠，有肉有蛋，另外3个小碗里的粥就很稀了。对此浪天也有些无奈。锦衣啊，我都说了好多次了，不要这样搞区别对待，我又不是黑心人贩子，我也不缺这几碗粥的钱。老爷，我们有粥喝已经很好了。好吧，算了，随你们吧。还有，别喊我老爷，我很老嘛，喊我哥哥就行。好的，老爷。对此，浪天也没再多说什么，因为锦衣说的也没错，他们以前过得很差，现在能喝上稀粥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有些事只能靠时间慢慢去改变，强硬的去改变只会让3个丫头感到惶恐。随后吃完饭，浪天回屋把米袋子拿出来。昨天和今天的补助加起来有20元，刚好买了10斤大米。锦衣，这里有10斤米，回头你拿去周老板的粮库，然后再买点菜回来，其他的钱攒着。对了，现在攒了多少钱了？有346文。浪锦衣每天都要带着2个妹妹，数好几遍钱，他这辈子都没看管过这么多钱，生怕弄差1文钱。给我取300文来。锦衣从屋子里取出一个箱子，然后拿出2枚指甲盖大小的碎银子，这一个是1钱银子，也就是100文钱。然后锦衣又数了100枚铜钱出来给浪天，浪天接过后就出门上了街，走入牙人的门店。牙人在现代相当于中介，还没等浪天开口，牙人陈掌柜便已经热情地迎了上来。哎呦，浪老爷您可是来巧了，今天正好有好货色，绝对是您的心头好。看到陈掌柜那张老脸上露出的猥琐笑容，浪天是真想一拳头砸上去，因为他的名声就是被这老小子给败坏的，到处说浪天已经霍霍了3个小姑娘，还天天往牙人店里跑。浪天还是强压着心里的火气，不想跟这个狗东西多说一句话。把人带过来看看吧。陈掌柜不多时就带着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看上去很小的丫头走了过来。这时浪天突然露出了惊喜的笑容，原来是系统提示浪锦衣的考核期过了，以后每天可以多10元补助，这下可是能宽裕不少。而且锦绣和锦文也都是同一天买的，下午考核期也能过，这下每天收入就从10元变成了40元。浪天这一高兴就没压住笑容，而陈掌柜却以为浪天是看到小丫头后才笑的，于是露出猥琐的笑容。本来这丫头太小，才8岁，今天这单买卖能不能成还不好说，但是现在看来是铁定能成了，说不定还能抬抬价呢。这个外地来的浪老板可真是个处子。娘，你不要卖大丫好不好？大丫一定好好听话，好好照顾弟弟。我去外面干活，给爹买药吃。娘，你别卖了我。闻言，女孩的母亲也是心如刀绞的流下了眼。如果能活下去，谁会卖儿卖女呢？但是家里的男人倒下了，要是治不好，留下我们孤儿寡母以后怎么活啊？浪老爷，你看这个小丫头怎么样？挺不错的，要是愿意跟我走，我就买下了。不急不急，浪老爷您看这丫头这么水灵，您要不再加一点？浪天不禁有些愕然，又看了一眼这小丫头的模样。想到这里，浪天淡淡的说了一句：“之后有合适的再联系我吧。”说完，浪天就站起身准备离开。刚刚收入暴增，浪天心情很激动，而且这母女俩也哭得太惨了。浪天实在不忍心拆散人家一家人，但陈掌柜却是懵了，不知道浪天是真的想走，还是欲擒故纵。万一浪天真的不想要了，那他可是得损失好几10文钱了。想到这里，他连忙喊：“浪老爷，您别走啊，咱们再聊聊，价格好商量。”这时，那个女孩的母亲哭泣着抓住了浪天大腿，一脸哀求道：“这位老爷，我卖。”浪天神色有些复杂，最终还是决定买了，因为浪天能看出，这个女孩的母亲若只是为了她自己，恐怕她就是死也不会这么做。但是若不卖，死的恐怕就不是她自己了。随后，浪天转身将2块碎银子拍在了桌子上。陈掌柜这次不敢再谈什么价格，急忙拿出契书来供双方画押。母女俩抱在一起，从开始哭到结束。而陈掌柜则是心情愉悦的快速完成了所有步骤，收了2个碎银子，拿出140文钱给了女孩的母亲，收费3成，净赚60文。美滋滋看着母女俩依依惜别，母亲不断叮嘱女儿要听话。浪天听着难受，只能打断他们：“我还有事，我该走了。”女孩的母亲左手握着钱，右手拉着女儿，久久不愿松开。见状，浪天有些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浪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从人贩子手里买几个小姑娘回家，越年轻的越好，最好是懵懂无知的。浪天今天像往常一样来找人贩子，遇到一对可怜的母女。你放心，他在我家过得一定比你家好。你叫李大丫是吧？这个名字不好，以后你就叫浪景元了。走吧，跟我回家。您是好人，我只希望你能善待我女儿，来世老夫人当牛做马也会报答您。我可以告诉你我家的地址，如果你想去看你的女儿，随时欢迎，我不拦着。这位老爷，老夫人懂规矩，不会上门误了您的眼。没事的，你想来就来，走吧，景元。景元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流眼泪，既是因为从此要和家人分离，也是因为对以后生活的未知感到害怕。老爷，您回来了。别叫老爷，叫哥哥。好的，老爷。浪天有些无奈，他是真改不过来了。怎么搞了一身的土？不是说了不让你们干活吗？咱们在这里又不会住很久。没事的，老爷，我们闲着也是没事做。闻言，浪天不禁感叹：多好的几个丫头啊，可惜命都不怎么好。随后，锦衣也注意到了浪天带回来的小女孩，不禁问道：老爷，这个小姑娘是？我刚买回来的，以后就叫浪景元吧，是你们的妹妹，要照顾好景元。锦衣，你去给她做点吃的。锦绣、景文，你们俩别干活了，去烧点水给景元洗一洗，照顾好妹妹，身上都有味道了。是，老爷。三女都是欢快的答应了下来，这也让一直抹眼泪的景元安心了不少。毕竟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几个女孩都表现得十分欢快，也让她预感到以后自己的生活不会太差。你们几个谁会针线缝衣服啊？老爷，我们都会。没想到几个小丫头居然都会，不过也正常，毕竟在这个时代，女工和厨艺是每个女孩子的必备技能，可以做得不好，但是不能不会。就连景元都是小声开口表示她有，因为分别前母亲就叮嘱她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价值，要勤快，要听话，要少吃多做。你们去忙吧，我要出去一趟。然而浪天才刚离开，几个女孩子就叽叽喳喳了起来。你们给景元烧水洗澡，我去给她弄点吃的。好的，大姐，你去忙吧，我们会照顾好妹妹的。就这样，景元迷迷糊糊的被两个比他大一点的姐姐拉着进了屋，两女一边和他说话，一边和他讲这里的好，使劲夸赞老爷的好，让他不用害怕，然后给他洗完澡，拉着他来到了桌子边，桌上放着一碗热腾腾的米粥，很浓很稠。看什么呢？快吃啊！难道你不饿吗？景元咽了咽口水，艰难的开口：几位姐姐，你们吃吧，我不饿。不是，我饿，但我只要吃一小碗野菜粥就能饱，我不用吃米粥的。锦衣知道他这是怕生，于是开口：你快吃吧，我们早上吃过了，也是吃的米粥，我们还有活没干完呢，先去干活了。你把粥吃了，别凉了。说完便带着两个妹妹走了出去。我跟你们去干活。干活可以，但是要先把粥吃了再去，我们先走了。说完三人离开，景元这才小心翼翼地端起碗，闻了闻，只感觉香甜扑鼻。距离他上次吃米粥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好像是去年过年的时候，而且没有这么浓稠。在这里真的能每天都吃到米粥吗？如果是真的，那我愿意每天努力干活，天不亮就起来，天不黑就不睡觉。不知不觉间，一碗粥就已经被他吃光了，碗干净的就像洗过一样，就连他的小肚子也是微微的鼓了起来，甚至觉得再来2碗他也吃得下，就是撑死也得把粥喝完再死，毕竟这实在是太香了。现在锦衣他们几个已经过了考察期，等过几天景元也过了考察期，那一天就是50元的补贴，2天就是1两银子。现在每天花销30-40文钱，开销不算大。系统，帮我在附近找一块风水宝地，我要闷头发育。系统提示：在方圆100里内选择合适建村地点，需要100元，是否确认？这么贵，还是算了吧，等再领几天补贴再说。下午，锦衣做好饭，饭桌上每人都有几个粗粮饼子，炒了一盘青菜，还有一盆汤和一小碗咸菜。景元看到这些东西，大吃一惊。地主家里才敢这么吃吧？这一顿饭不得10几文钱啊！但是没想到，浪天往桌子上一坐，却是满脸的不高兴。家里的大米没有了吗？这标准怎么降了？青菜里面怎么一点肉丝都没有啊？闻言，几个丫头吓得大气都不敢喘。锦衣也是紧张的站起来。老爷，您今天买了景元回来，刚刚还给我们买了那么多棉衣布料，所以我对不起老爷，家里还有鸡蛋，我去给你煎2个鸡蛋。看着几个丫头脸上恐惧的神色，浪天不由有些自责。多煎几个大家都吃，都跟你说过了，我有钱，不用担心。你这小管家婆净替我瞎操心。好的，老爷。
片刻后，锦衣端出来几个煎鸡蛋，给浪天碗里夹了2个，其他人一人1个，他自己却1个都没有。浪天知道这丫头是自责了，于是从自己碗里夹了1个鸡蛋放在锦衣碗里。在所有人都吃不起饭的时代，浪天却能每天都吃3菜1汤。别说话，安心吃就是。锦衣乖乖坐下，鼻子一酸，低着头，不想让其他人看到他眼角溢出的眼泪。1个鸡蛋3文钱左右，5个就是15文钱。景元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有朝一日居然能配得上这种餐标。第一天来到老爷家，他感觉这一整天都跟做梦似的。吃完饭，他跟着3个姐姐回到西屋，早早的就躺下了。宽敞的大通铺，睡下4个小丫头，绰绰有余，盖着老旧却温暖厚实的被子。小丫头恐惧不安的内心充满了安全感。如果这是梦，那我希望永远都不会醒来。第2天天还没大亮，不知哪个邻居家的公鸡就开始打鸣了。景元也被惊醒，直接坐了起来。如果是在原本的家里听到鸡鸣，他就要立刻起来跟母亲忙活，有干不完的活等着他。但此刻的他确实有些茫然。突然他想起来了，自己昨天已经被卖给老爷了。想到这里，他又是悲从心头，扭头看到锦衣姐姐坐起身来。锦衣姐姐，我们今天干什么活？我们没什么活要干的，老爷起得很晚，所以做饭也比较晚。我是习惯早起了，睡不着，所以才起来的。你还是再睡一会吧，等会和锦绣、锦文一起起床就行。景元听话躺下，但是已经不记得多久没睡过懒觉的他根本睡不着，所以等锦衣出了屋子，他也穿上衣服起来。来到院子，便看到锦衣正拎着1个小桶要出门。睡不着了？看来咱们俩没有锦绣、锦文有福气。他们俩来的第2天，听说不用起早，马上就能继续睡着了。刚才我看了一圈，也就是水缸里面的水不多了。既然你起来了，就和我去打水吧。好的，锦衣姐姐。拿最小的就行，毕竟就这么点活，干完了我们可就没别的活可干了，就只能偷懒了。听到有活干，景元也有了安全感，于是他连忙跑回屋子里拿木桶。景元知道这是锦衣在照顾他，但还是听话的拿了个小桶。2人打了半桶，轻轻松松的拎回来，如此几趟，水缸就满了。你饿不饿？要是饿的话，我就现在做饭。可老爷不是还没有起来吗？没关系的，老爷人很好，也不在乎这些。好像咱们能吃饱穿好，他会更开心。老爷从来不会拿我们当下人的，是真的当做妹妹照顾的。不过老爷好归好，我们还是要明白自己的身份。锦衣这话也是在提醒景元，不要时间久了就忘记了彼此的身份差别，反而起了怠慢之心。不久后，浪天也起来了，5个人一起吃了早饭。吃完早饭，浪天就独自一人拿着20斤大米的袋子出门了。浪天对外的说法是家里是做粮食生意的，所以家里囤了点粮食，用以解决日常所需，还和镇上一个粮食铺老板说好了，市价22文的大米只要20文。老板也省去了收货的时间精力，已经合作了大半个月了，渠道稳定。回来后，浪天第一时间就把4个女孩叫了出来。开工资了，都快来！浪天从怀里掏出4个拳头大小的小布袋，放在桌子上。老爷，什么是工资？就是月钱呀。老爷，什么是月钱？呵呵，几个见识浅薄的小丫头，你们知不知道大户人家的丫鬟都是有月钱的？几个小丫头惊疑不定，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签了卖身契还给钱吗？当然了，大户人家都是这样的，而你们几个也不是丫鬟，那就给你们零花钱，反正都差不多的意思。暂时每个月给你们1人100文零花钱，以后还会涨。愣着干什么？1人1份，都来拿呀！几个小丫头，你看看我看看你，却没一个人上前去拿。毕竟他们从来没想过自己居然也会有资格拥有自己的私产。浪天看到这一幕，只能无奈的把钱袋一个一个的塞到他们手上。锦衣拿着钱袋，感觉像是烫手一样，红着眼问道：“老爷，你给我们钱，不是要赶我们走吧？”浪天也知道他们的心思，于是为了安他们的心，假装生气的说：“想什么呢？你们都被卖给我了，一辈子都得跟着我，将来就是死了，都不许埋到离我太远的地方。”几个小丫头也是被逗得破涕而笑。景文擦了擦眼泪，大着胆子问：“老爷，这钱真的给我们了吗？是我们自己的钱了，想买什么都可以吗？”“对，就是你们自己的钱，爱怎么花怎么花，就是丢在井里我都不管。”“我们又不傻，才不会丢到井里呢。”“就数你最鬼精鬼精了。好了，现在钱发了，我要去睡午觉了，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浪天说完便转身离去。这是几个小丫头人生中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钱，而且是足足100文之多，兴奋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过了好一会，兴奋渐渐褪去，景元皱着小眉头：“我爸爸病了，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把这钱拿回家给我爸爸治病，老爷知道了会不会不开心啊？”“应该不会，老爷说了，这是我们的月钱，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你想拿来干什么都可以。”
那我要回家一趟，把钱给我娘。我也想回家看一看了。作为大姐，锦衣也了解其他人的想法，于是开口提议：谁想回家就回去看看吧，但不能久待，尽早回来，更不能一去不回，不然我就报官把他抓回来。浪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从人贩子手里买几个小姑娘回家，越年轻的越好，最好是懵懂无知的。在所有人都吃不起饭的时代，浪天却能每天都吃3菜1汤。谁想回家就回去看看吧，但不能久待，尽早回来，更不能一去不回，不然我就报官把他抓回来。大姐，我又不傻，回去了吃不好睡不好，还要起早贪黑的干活，在这里舒舒服服的。老爷对我们那么好，我傻了才会跑。那就各自回去吧。锦源，你爸爸病了，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我这份你先拿去用吧。不，大姐我不要，我还不起。老爷不是说了吗？这叫月钱，以后月月都有，下个月你还我就好了。可是大姐你不回去吗？听到这里，锦绣一把捂住了景元的嘴，拖着他就离开了。景文赶紧追了出去，似乎是想到了什么，锦衣也紧随其后。回去给钱可以，但不许说这钱月月都有，就说老爷有喜事给了赏钱，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别给老爷招惹麻烦。几个小丫头虽然不大，但在这个环境下，思想成熟的都很早。她们知道锦衣姐姐的意思，是怕他们家里人以后月月跑来要钱，甚至找上老爷。我们知道了，锦衣姐姐。而等到几个妹妹都离开了，锦衣则是默默回到屋子里，坐在床上，眼泪突然哗啦啦的就下来。浪天走进来，看到这一幕，想勉强挤出笑容，却怎么也挤不出来。真是个可怜的丫头。浪天坐在她身边，搂住她瘦弱的身躯，安慰：锦衣，我给你取名浪锦衣的时候就决定了，以后拿你当亲妹妹对待，所以你并不是一个人，你还有个哥哥，你的哥哥会照顾你，会爱护你，会为你准备嫁妆，让你风光的出嫁，让你婆家人不敢小瞧你。只要我活着，就会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任何人欺负你，哪怕是你亲爹都不行。闻言，锦衣再也抑制不住眼角的泪水，像是觉得滴得很爽，抱住浪天放声大哭。景元这边刚回到家，二弟立马高兴地跑了过来。大姐，是大姐回来了。听到动静的母亲从屋里走了出来。大丫，你怎么回来了？你这丫头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偷跑回来？现在家里已经够难的了，要是对方因为你跑了而报官，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娘，我没有偷跑，我是请了假才回来的。请假？你昨天才过去，这才1天，人家就给你假，你当你娘是傻子吗？娘，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请假了。我回来也是因为有事，等会我看看爹就要赶紧回去了。就在这时，屋里传来了虚弱的声音：“是大丫吗？是大丫回来了吗？”景元眼睛一红，就冲进了屋子里。此时屋里的床上正躺着一个干瘦的中年人，他强撑着想要坐起来。大丫，爹对不起你呀！爹，你别这么说。景元泛着泪花，然后扶着父亲躺下。爹，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住的房子不漏风不漏雨，晚上睡觉有被子，吃的比家里好很多。昨天老爷有喜事，今天给了赏钱，我拿回来了。你一定要好好养病。听到这话，景元他爹一愣，眼神里透出无限的哀伤，举起拳头狠狠地砸了床板一下。还喜事，畜生啊，畜生！景元懵了，不知道他爹这是怎么了，这不是该高兴的事情吗？而后面跟进来的景元娘也是一愣，同样目露悲伤，很想抱住女儿再大哭一场，但是看女儿走路正常，仿佛又不像那么回事，于是把景元拉到一边。你说老爷的喜事是什么喜事？不知道啊，老爷只是说有喜事，具体是什么事没和我们说。听到这话，景元娘松了口气，走过来在丈夫耳边小声地解释了一下。夫妻俩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一般。这是200文，拿去给爹买药吧。100文是我的，还有100文是另一个姐姐的，她好像没有家人，就把钱借给我了。以后我再得到赏钱再还给她。好人啊，都是好人。没想到你这丫头有这福气，去到了好人家了。回头我和你爹要给人家浪老爷立长生牌位。娘，我回来有一会了，也该回去了。下次我再得到赏钱什么的，会再拿回来。听到这，景元娘张了张嘴想拒绝，但又没有说这话的底气，只好吩咐景元回去要好好干活，给人家浪老爷当牛做马，以报答人家的大恩大德。景元不好意思的点头，毕竟他不好意思说没什么活干，自己可以天天待着。走出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破败的家里，虽然现在家里很差，但是未来很光明。老爷说每个月都有赏钱，1个月100文，1年就是1两2钱银子，这些钱已经抵得上家里半年的花销了。他才8岁，居然就已经可以养家了，这种自豪感简直爆棚。所以他回去的脚步也变得轻快了起来。3个请假回家的女孩都回来了，就像景文说的，除非是蠢死了才会逃走。这里每天吃得好住得好，没什么活，老爷人还好，而且还有月钱。
地主家的小姐日子过得也就不过如此了吧。此时浪天满脸高兴地走了过来。这些天我找人修了个寨子，在距离清流镇10几里的地方，你们跟我一起去瞧瞧。当4个小丫头来到新寨子，一个个脸上都满是兴奋。老爷，以后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家了吗？浪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从人贩子手里买几个小姑娘回家，越年轻的越好，最好是懵懂无知的。在所有人都吃不起饭的时代，浪天却能每天都吃3菜1汤。老爷，以后这就是咱们自己的家了吗？是啊，这寨子很简陋，等以后有钱了再考虑推倒重建。大家去后院选好房间，我再让家具店的王老板帮忙弄一些家具来，就可以住了。太好啦！系统提示：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恭喜获得固定据点，奖励团队及抽奖1次，可根据您的需求范围选择抽奖。还能抽奖，给我抽，最好是方法简单易操作，还能赚钱的。恭喜获得一体式蒸馏器1台，请选择指定放置地点。蒸馏器，这有个屁用！先等等吧，回头我想好了放哪里再说。浪天有些小失望，他本来以为是一项技术呢，比如类似海水晒盐这类超级暴力技，再不济能造出点什么其他稀罕玩意的技术也可以。没想到只给个这玩意，浪天无奈的溜达到后院，看到几个丫头叽叽喳喳的在选择房间。反正现在家里房间多，你们1人1间呗。喂，王老板，家具送来了没有？我已经到了。我已经差人送过去了，应该快到了。浪少爷，您稍等一会。老爷，您又换新手机了呀？那台旧的呢？旧手机我直接放爱回收卖了，可方便了。全国近2000家门店，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台用了很久的 vivo X100 Pro 还卖了2000多，不愧是上市公司。要我说，回收手机、平板、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这么好，我也去把我那台旧手机放爱回收卖了，到时候就可以把新房间好好布置一下了。但几个丫头最后还是选择了2人1间，锦衣和景人1间，另外2个稍微懒一点的丫头1间。浪老板，这些家具要安放在哪里？锦衣，你去安排一下，前院、中院各找5个房间，把这些家具安好。好的，老爷。锦衣也是第一次指挥别人干活，多少有些紧张和激动。当然，平时指挥3个妹妹干点小活什么的。锦衣小姐，我们都听您的，这些东西搬到哪里？锦衣小姐。听到搬家具的汉子喊自己小姐，锦衣内心有些小雀跃，但面上却不动声色，同时暗自下定决心不能给老爷丢人，开始安排他们搬东西。随后几个丫头忙活着打扫新居，一直忙活到了快天黑，锦衣才想起来还没吃饭，于是叫上几个妹妹开始做饭。为了乔迁新居，向来有些小抠门的锦衣难得大方一次，做了4菜1汤，配上雪白的焖大米饭，吃得浪天赞不绝口。你们吃完先别走，到前院来，我们开一个家庭会议。老爷，什么是家庭会议？以后我会做很多事，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你们都要帮忙做事。老爷您放心，锦衣一定好好做事，把您和这个家照顾好。我说的不是这种，是事业上的事，大概就像镇上那些掌柜们做的事。老爷，我们也能做掌柜的吗？可掌柜不都是男人吗？景文有些好奇，显然是有些憧憬，甚至他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和一群大叔们坐在一起高谈阔论。当然可以，咱浪家要有格局，谁说女子不如男？可大家都这么说呀。浪天无奈地瞪了景文一眼，这小丫头一天天的净拆自己的台。好了，这些事以后再说，现在开始第一项。锦衣，家里现在有多少钱？老爷，这几天咱们买了好多东西，家里还有4两银子和320文钱。我现在的渠道可以稳定每天赚500文，不过2天赚1两银子，1年才100多两银子，太少了。几个丫头有点懵，1年100多两银子还少吗？就是整个清流镇1年能赚100两以上的也没几个。以后咱们就多了一个主营方向，卖酒，卖好酒。几个丫头顿时叽叽喳喳地问了起来，浪天也没多解释，只说东西还要几天才到，便开始了下一个议题。以后我准备每天抽出1、2个时辰教你们认字和数学，将来你们都要做管理，不懂这些可不行。伴随着浪天的话音落下，原本热闹的房子却是直接安静了下来，几个丫头仿佛石化般愣在原地。老爷，您说的是真的吗？您真的愿意教我们读书认字吗？毕竟在大家的观念里，读书是一件很高大上的事情，想培养出一个读书人，那代价沉重的可怕，不是农户人家可以奢望的事情。一个读书人吃穿用度笔墨纸砚加起来，1年最少也要20-30两，这对普通百姓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我就是教你们一点算术和识字，够用就好了。你们还打算去科举不成？我准备雇佣长工，负责在周边开垦荒地或在家里做工，招募的人数和工钱，咱们要好好商量一下。毕竟咱们现在不算富裕。那您打算开垦多少亩地？
如果先招募20人左右，一天需要支出多少工钱？男女老幼不限。毕竟浪天在乎的就是人口数量，男女老幼无所谓，反正都是一个人一天10元补助。而锦衣则是快速的在脑子里计算着，然后说道：一户5、6个人，拥有2、3亩地，一年下来交了税，留下一半吃的，剩下卖掉可能只有1两银子左右，一年下来基本没有结余。如果老爷开了荒地，少收点税，应该能吸引一些人过来。我不打算收税，也不给分地，这些地我准备种一些好东西，我就给工钱，你们说给多少合适？如果要自己买粮食，那一户人家一年大概要花1两多银子吧，买粗粮做粗粮、野菜、饼子和粥，应该能生活下来。没错，我以前在家吃饭都是野菜占大头，一家人也就花1两银子左右就够了。浪天以这个数据为参考，一户人家平均5、6个人，夫妻俩加上1、2个半大孩子做主力，一年需要花1500文左右的话，平均一个月就是125文左右，翻个倍就是250文。250不怎么好听，那这样就以一户人家每个月300文的工钱为标准，先招募几户人家试试。